倒酒方式挺厉害。你的多，我的多，你的多，你再倒点。我们要公平。然后那天你记得咱们在回来的飞机上，他一共就一个红酒，一个白酒，他也先倒一点让你尝尝。啊，对 ，Delta 他那个尝好了以后，咵，他倒这么多让你尝，然后你说可以的时候，让他给你加满。别废话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回美国了啊！这一回来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就觉得怎么没在台湾多吃点好吃的。我们这次回台湾真的是特别开心，特别舒服，然后又是带了10斤膘回家。我们这次就在万豪，对，然后每天从头住到尾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反正一天就2顿饭嘛，就觉得这次借着回诊的由头，然后把自己吃的特开心，特满足。行程有变啊，我们马来西亚也没去成，然后台湾呢也没法多待几天，所以就畅吃了10天，就回美国了。那跟大家聊聊这一次在台湾的一个感受吧，有好的肯定也有不好的嘛，然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次总共花费了多少钱。然后我准备了一盘黑巧cheese 坚果，有碧根果，还有开心果以及鱼条。回来以后，你最想念哪一家餐厅？我都挺想念的。我有时候没事的时候，我抽雪茄的时候，我都会找一期节目看。我觉得回过头来再看挺有意思。其实咱们好多没有拍的，就是咱们其实拍的都是可能有2/3，有1/3都没有拍。对。但你说，我觉得其实要从头开始想，其实每一个吃的你都感觉印象特别深，特别深刻。你看咱们刚落地，这次飞机正点了，然后到酒店好像才8点多钟吧，8点半9点不到酒店了，然后直接我得去那个对面万豪对面小七，感觉就跟他家楼下一样，然后就每次回去，这次回去就是直接去小七买了一个那个微波炉加热，那是啥呀？面呀还是啥？也是那个满汉大餐吧出的吗？对，但它是那个它不是泡面，它是那种就是一个快像盒似的饭盒，然后你在那个微波炉你摁一下，它变动。对，它在上面都写好了，你按几，你就自己啪一摁，然后它就等于那个汤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回台湾回一次，就感觉真的就像回家一样。就虽然我老是说我是台湾通哈，那是和我2年以前的我们比，我们第一次去台湾，真的就是2年整了。大家看看我2年以前的视频，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，我真的就是无头苍蝇，啥都不会，啥也不懂。对，然后看啥都特新鲜，但是我现在看啥也都特新鲜，吃啥也都特好吃。对，然后你就说第2天早上起来，然后直接咱们就点那个 Uber Eats， 对，然后你 Uber Eats 也都你一搜出来你就知道，世界豆浆大王，对，然后都知道什么豆浆、四海豆浆，你知道哪儿都好吃。而且我还知道，就是你尽量少点油条，因为油条送到你这儿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好吃了。对，它已经有点那个叫什么哈了。对。我们在去之前也就差不多半个多月吧。我们把想吃的餐厅，我们全在网上都订了，而且也都有位子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特别幸运的。对，因为像怡宫啊，虽然我到最后评价吧，对吃的评价没有那么高哈，但是那个是我们上次回台湾就想吃的地方，然后很难订。我们这次吃的这些餐厅其实都偏就是需要预定的，比较多。而且价位稍微更高一点，就不是说全部都是路边摊。当然你知道我突然想到刚才问你最想念的是哪一个？青岛豆浆店吗？青岛豆浆店那个肉饼，所以我说咱们以后回去就别吃贵的了，就吃这些路边的这些小店，我觉得反而是让人最印象深刻的。那个肉饼真好吃，朋友们大家去青岛豆浆店一定要吃那个肉饼。它里面的肉是爆汁的非常的香，它有点像那个胡椒饼里面的肉，它这里边的肉是一坨，不像胡椒饼是一块一块的肉，但它里面的肉是一咬爆汁的，然后汁水渗透到了这个饼皮里，很好吃。这个好好吃啊，这肉饼好好吃啊，鲜肉饼。太好吃了，然后你知道有一位观众他在 Instagram 上给我发了，说他去吃了，他说的确是那个
韭菜盒子有点淡，需要加料。的确是那个肉饼很好吃。他说他下次他要去点2个肉饼。然后关键是我打开那个 Instagram 的时候，我马上就要睡觉了。我看他给我发的照片，我说，好，我为什么要在晚上打开这个图片？馋的我。对大家就是，如果去青岛豆浆店，一定要尝尝他们那个现烤那个肉饼，真的好好吃啊！我们无论去多少次台湾，都是觉得这台湾的美食真的是太棒了，就是吃不腻。我就觉得我那天我在想，我如果说未来有机会到台湾住，我每个地方我待多少天，我吃多少天才能把这一个地方的东西吃完？不可能吃完。因为我现在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脑子里都有一张下次去的菜单了。啊，你都有了，完了，咱俩开始往吃货方向走了。你看我们下次去，我们要吃响鸭。响鸭。然后昨天陈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她说我下次带你去台北，她认为最好吃的烤鸭，叫大三元。大三元哦。还有很多大家给推荐的那些烤鸭餐厅，都没吃过呢。然后还有咱们在那个星巴克楼下的那个，就是那个上次我在网上还查来的，对，它是叫什么 Paradise， 叫什么 Paradise， 它是什么喝酒，什么 Paradise 来着吗？这傻脑子，餐酒吧吃到饱。对。然后就是每次回去就是更加印证了，就是台湾的美食就像之前说过的，像一个美食拼图，大江南北哪里的世界各地的菜品都有，然后每一个都做得非常好吃，不管是路边摊还是夜市还是高档餐厅，还是我们这次吃的一些就是比较贵的一些餐厅，我真的都觉得就是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，每一个都有特别有特色特点。当然了，以我自己的口味哈，我觉得有些高档餐厅就是你吃一吃就行了，就是没有必要，就是尝一尝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就是可能让我再想去吃一次义工啊什么的，我可能就可能会想要把我的这个有限的胃容量就留给一些216项的餐厅，对吧？它216项的餐厅它也不是很平价的餐厅哦，也不是那种路边摊的那种，也不算平价哦。一顿饭也要差不多4-5千块两个。对，因为我们的这个评判标准其实是不标准的，因为咱们习惯性的换成美元。你换成美元，在台湾吃啥都便宜，你是不是？但是其实是就是像我们吃的这些餐厅，很多都不算在台湾不算很平价的餐厅，但是台湾很多很平价的餐厅，像老徐带我们去吃的那个牛肉面那一家，咱们4个人吃了580块钱，撑得要命，那个就算平价的餐厅，但是也是非常美味的。对，我觉得其实台湾美食最大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你不要。就像你曾经说过，你不要追溯它正不正宗，它没有正不正宗，它是把世界各地，把所有东西拿到台湾来，然后他们又改良，改良又就是因为加入自己的一些东西，他会加入自己的一些创意啊，一些东西，就是他都想怎么把它做得更好吃嘛，那所以他改良以后，它就变成了一个台湾自己特有的一个东西，是叫台湾味的。我觉得这个东西，首先对于像我们旅行者来说。是特别友好的，就是你在这个地方，你什么样的东西你都能吃到，你什么样的价位你都能吃到。比如说我今天我想多花点钱，对吧？我吃个米其林，我也能吃到，对吧？我今天我想吃本地人的，就是街边小吃，吃个葱花饼之类的，我也能吃到。就是我不需要去做一些很繁琐的功课去吃。有一个在美国的观众啊，找到我的小红书，然后给我留言说她的老公过几天要去台湾出差，然后跟我说要买啥，然后我就给他说要买阿里山山葵酱，要买樱花虾，要买樱花虾酱，我都告诉他什么牌子的，就小贤给我的那个牌子的樱花虾是最好吃的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就跟他说，反正就我们买过的这些所有的东西，我都已经能给他就是列过要买哪个品牌哪里的什么东西在哪里买，然后阿里山山葵酱一定要买阿里山农会的。我还跟他讲说，你老公因为他主要是在台北和台南，然后我跟他说台北你要去吃什么，要去吃老一记的蟹壳黄，要去吃什么，反正我脑子就是我一说到吃的我就特别兴奋，我就一下给他列了好多。然后这个小姐妹就说，哎呀，冠冠，我这几天就疯狂的在看你的视频，她可能也是新关注到我。我有一个观点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，
我现在发现就是这个米其林啊，这个米其林，它是做轮胎的吧？反正咱米其林吃过的星级的餐厅，不管是在 Vegas 还是在哪儿吃的米其林，好像都。对，我就想跟你说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你发现没有，在台湾，米其林它米其林，你是想说林志玲吧？米其林，它已经被摘星的餐厅，我总觉得它不如米其林推荐餐厅。必比登推荐。对。因为你知道摘星，它已经是到了一个级别了。对。它是到了一个高档的级别了。你知道，它高档的级别，它就要吃装潢，它就要吃服务。对。他就要吃什么？你知道，就整个氛围，你的创意，你的摆盘，你的盘子。但是像咱们平时吃的，就像那个臭脸阿姨的那个，人不叫臭脸阿姨，人家不叫臭脸阿姨，凶巴巴的阿姨，人家不是臭脸了。你知道那个韩姐拿你的视频去到那个餐厅，说你看，人家给你发这个餐厅了，你看你个臭脸。我不是发了一个在台北巷子里星美那个小餐厅，然后里边有鲜鱼，然后里边做的这些米粉啊什么都特别好吃，然后我说老板娘有点凶巴巴的嘛，然后底下有很多观众说，哎呀，这个老板娘凶巴巴，我认证是的确是有点凶巴巴，但是人家东西真好吃。但是你知道，就是这个人这个凶巴巴并不代表这个人不好哈。然后我们的前辈就拿着视频给老板娘看，然后说你看。你说你凶巴巴，说你臭脸，11万人看呢，然后那老板娘说你不也凶巴巴的，你不也臭脸吗？哎，就还蛮可爱的，就是真的，就像阿嬷呀，我觉得特别可爱。这个是因为人有自信。没有，他凶巴巴，并不是说他态度不好，并不是说对，我是觉得反而是一种很可爱，因为他很忙，真的很忙，因为他东西好，他自信，他很忙，然后他没有时间去，你看像那个青岛豆浆店，人家也没有时间去跟我哈拉去怎样，但人家就是好吃啊，对吧？我去吃东西，我不在意你对我就是怎么样，态度怎么样，你知道，我在意的是我吃的这个东西好不好吃。还有好吃的都凶巴巴呀。那也不一定，咱们吃的很多好吃的也都我觉得台湾的凶巴巴的比例还是低。你看秀珍姐卖海鲜啊，秀珍姐凶巴巴，秀珍姐凶巴巴，但是海鲜好吃。没事，秀珍姐不对我凶巴巴就行，秀珍姐不舍得对我凶巴巴。然后说完好的，我们说不好的，不好的。这个真的这次唯一一个不太好的经验。没有，我是觉得这次不好的东西呢，是我们就是从我们第一次去台湾，到现在为止，是感受最差的一个事件。一次哈，一个不是整个行程，就是这一件事情。这一件事情是真的是最差的一个行程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事件其实多少在我脑子里是有阴影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觉得是有阴影，就是你有时候去，比如说你在类似这个环境的餐厅，你都会想到这件事。我先说说是啥事儿吧，因为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和大家有聊过，因为我们当天经历了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们当天回去就直播了，然后就和大家聊了这个事情，就是我们在一家餐厅里看到了老鼠，是一个新开的餐厅，是一个新开的餐厅，对，没有人。然后呢，里边就我们两个，就是在我们旁边的这个桌子下面就有一只很大的老鼠。我本身是一个就是容忍度非常高的人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有老鼠餐饮啊，就是这种有老鼠啊，有这种蟑螂啊什么的，尤其在老社区啊，就是我觉得是正常的。就是但是呢，你有老鼠的这个情况下，你作为餐饮业的从业者，你怎么去处理？你怎么去解决？你怎么去安抚客人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先讲一下这个大体经过哈，我们本来吃的特别开心，然后我又拍着视频，然后我觉得哎呀真好，然后这个老鼠这不就在底下嘛，就在底下走。不是在我们底下，不是在我们底下，在我们隔壁的桌子，但没有人。他是从厨房这么爬出来，从后边是后厨，然后爬出来，人家我是背冲着他，然后富贵我就看着富贵就是看着那个老鼠。就这样，我说你这是咋了？然后我回头一看，有一只老鼠在那里。然后我就叫老板娘来处理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其实我是觉得，如果他们把这个老鼠赶出去，
我觉得也就罢了，就是然后你比如说你道个歉啊什么的也就罢了。当时富贵先是不开心，是因为就是他们把这个老鼠赶在了他们的这个前台收银台那儿，就是当着我们的面把那个老鼠给打死了。打死了以后呢，我当时我就觉得，因为我本来以为他是要把他赶出去，他把他打死了。打死了以后呢，他还拿着那个袋子，一个白色的半透明的袋子，装着那个老鼠，从前台拿着走到了后厨去扔。说句实话，我从小到大在北方长大，北方的老鼠都小，北方就算有老鼠，就是都是那种小老鼠，我没见过那么大的老鼠。然后呢，就是在整个打的这个老鼠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是这个不管是老板娘在叫啊，他不是那种尖叫，但是说就是这种叫啊，或者是这个打老鼠的这位先生说我把他打死了，就是说的这些话，我都给我这是一个那种冲击。老板娘在处理这个老鼠的时候呢，她是冲我们这边说了个拍死，就不好意思，然后就没有再就是说就是正式过来跟我们就是说一下这个事情，比如说道歉啊或者什么的。当然人家可能觉得就说一个 pass it 就可以了。这件事情咱们直播的时候不是说过吗？然后我这次回来以后，我还怕我当时直播的时候我还原的这个事情是有误差的、偏差的，所以我把当时咱们拍的东西，我又回复看了一遍。老板娘在收银台跟他的厨师还有他的一个服务员，他们店里可能就这3个人，在处理这只老鼠的时候，他是半回头，就是很半回头的说了一个什么拍死，然后我还特意在 GPT 查了一下，这个拍死到底是什么意思？GPT 上说它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不好意思，对，不是道歉，就是不好意思的作用。意思。等到他把这个老鼠拿走以后，老板娘是站在那个收银台，她并没有要过来跟咱们说什么，就她还在忙她的事情，她要什么给她老公打电话，说什么这个说你这个门我们有老鼠啊，你这个门呀，而且她特别强调。说这个门就是那个，因为是那个自动门，然后因为自动门，所以它跑进来老鼠。对，这个老鼠中午我们看见它进来的，说你要派人把这个门修好啊，我跟你说一个我的爆发点在哪儿，我的爆发点，因为我看视频了，当时老板娘在那个就是收银台，其实离咱们不远，她在打电话，然后打完电话以后呢，她该忙她的事儿，忙她的事儿，然后我喊了一句，我说老板娘。我说你这个老鼠是怎么回事？他冲着咱们，他的第一句话你知道什么吗？老鼠？什么老鼠？我说你刚才那个老鼠，他说他就愣了3秒钟，就是他的3秒钟，他其实在想他要不要承认这件事情。对，我告诉你他在想他要怎么反应。对，然后他可能无意中意识到咱们因为当时一直在录着东西，在拍着东西呢，所以他说老鼠不打死了吗？你知道这个是我的爆发点，我的爆发点是从这儿开始。对，然后富贵爆发了呢，我因为我是处于一个我不想把这个事情激化嘛，我不想把这个事情激化，然后我就说了一句，我说我老公有洁癖，就是可能看到这个老鼠就不是很开心。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让他道个歉，其实就是因为富贵我太了解他，他太好哄了。就连就是楼下前台一小姑娘说辛苦您了，她都能乐着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从楼下坐电梯都能微笑着上楼，就只要这个老板娘过来道个歉，富贵这个事情就过了。然后这个老板娘来了说，那你先生有洁癖，那我没有办法啊。没有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我的第2个爆发点。对，第2个爆发点是什么呢？我说那你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处理？对。然后老板娘说。那个老鼠不是打死了吗？对。然后，这个时候，他说我也没办法。他说你有洁癖吗？那你就感觉就是把问题堆到了他身上。对，是因为我有洁癖，所以这个事儿，我看见这个老鼠我才有反应。如果没有洁癖的人看见老鼠就是很正常。对。然后本来呢，我们是想说就结账就走了。然后后来我就想到了我们之前在那个巴哈马，我们在那个酒窖的那个餐厅。吃那个餐，然后因为看到了一只蟑螂，然后呢，就是整个就是他们的领班还有他们的服务生都过来跟那一桌，还有他的厨师，还有他的厨师、主厨一排人过来，就是跟他们道歉，然后说我们这个单给你免了，你想要吃什么我再给你
就是免费上，或者是你想要比如说换一家餐厅，或者想要怎么着，反正就是他给了很多 option。就我们觉得，就是我当时是觉得这个态度也太好了吧，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就是这边呢，他没有道歉，然后也没有给一个解决方案，然后他说那你想怎么着呢？对，他说你想怎么样？对，然后这个就是我的第三个爆发点。他问我你想怎么着？对，我说第一，你要跟我道歉，你必须要跟我道歉，然后呢，他都没有容我再把第二说出来，他接着说，我刚才不道歉了吗？我刚才道过歉了，哇，你知道就是你懂吗？就是你的人就是一下就爆发了，就是因为我懂，他当时我就摁不住他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会觉得你说个道歉就那么难吗？是不是？你是餐饮业，你是要面对所有的客人的，然后这个事情又是你的问题，又是你餐厅的问题。我说，那你因为有老鼠，你不应该道歉吗？我说这个老鼠是从你厨房来的，从哪儿来的？然后他说，但这个老鼠也不是我愿意让它来的，我也不想让它有老鼠。他说这个老鼠也不是从我们厨房来的，是中午从这个门里进来的。我说那你怎么能证明你是从你门里进来的？他说我们有监控啊。我说好，那你现在把监控调出来，如果监控上能够证明这个老鼠中午从这个餐厅进来的，咱们今天到此为止，什么都不说了。然后他又说，哎呀，不用那么麻烦，那么麻烦干嘛呀什么的？那你要怎么着？对。然后我又继续说，然后富贵说我们这个餐我不付钱。没有，你听我说，我给你补充，这个你让我来还原。我继续说，我说第一，我告诉你3点，第一，你跟我道歉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必须。这些都有视频证明哈，对，就我们都是有视频的。你要跟我道歉。我说第二，我们不会再吃了，我也不会再给你钱，然后呢，他说那个啊，这个老鼠又不，我刚才给我老公打过电话了，说这个让他来修这个门。我说你修这个门是你后续的事情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说如果你认为这个老鼠是很正常的事件，咱们现在可以打给卫生局，我们让卫生局的人来评判，我们单位啊，你们单位，我说让卫生局的人来评判这个老鼠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。然后他说那你打呗。然后我要拿手机，我要查卫生局电话的时候，然后他又说，哎，不用那么麻烦了。他说，那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呗。对，你想不付钱就不付钱。但是我们的点并不在，不是因为要，我们不是为了吃霸王餐，我们才吃了可能才1/3都不到。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沾人光的人，就是你给我1，我会给你2，然后呢，我也永远是不会说，比如赖账这种事儿是永远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。然后他给我的那个感觉就是，哦，你把这个事情夸大是因为你不想付钱。对，就是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加在我们身上了，而且其实我们真的，你说这一顿饭，其实那顿饭那个餐厅没多少钱，我觉得可能1-2千块钱是还有他的啤酒，我告诉你，他的 Sapporo 啤酒。我为什么说他的啤酒是加水的？因为他当时这个 Sapporo 啤酒好像是什么促销吧还是什么，反正就很便宜。然后你记得那天咱们去216巷，去南村，也是喝的 Sapporo 啤酒。我那天是不是跟你说，我说这是真的？他那个啤酒绝对是兑水了，真的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就是你知道这个餐厅就是给你的整个印象就真的是黑店。他最重要就是对待客人这种态度。就是他好像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。就是这件事儿呢，我们为什么又提起来了哈？我们俩第2天在酒店里讨论过，因为他心里过不去，富贵心里过不去这个，然后就说我是消费者，我为什么要受这个委屈，还要被人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，我有病，然后我还不想付钱。然后呢，我的角度呢就是说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就这事儿就过去了，有没有必要就是说把它弄得多复杂？因为的确是作为餐饮业，他的确是不想要出现这种情况，出现有老鼠啊、有蟑螂的情况。我们俩就是各退了一步。富贵当时就是我们2个讨论的点就是他要去举报，我说你不要去举报，我说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。然后呢，这个事情一定是个偶然事件，如果是个多发事件，在这个店家有别人正义之士是可以去举报去来做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要就是说因为一个偶然事件，把这一个店，不管是它的前途啊，或者是它的这个，因为我知道做生意不容易，所以我们俩就讨论说，那我们就发个视频再讨论一下这个事情。今天就是正好想到，就是说就是这次的台湾之行有好的有不好的，那不好的就是这一点。你知道，其实我的还有一个点，其实
其实我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跟人较真儿的人。你知道当时如果他作为一个老板，就跟像巴哈马餐厅似的，我不需要说你这个，因为他餐厅也没几个人嘛，我也不需要说你主厨什么都出来道歉，就是你很真诚的说，哎呀，真太对不起了这个事儿，太对不起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对。然后您说怎么处理？我们是说，你说你不吃了，或者说我们给你重新换一个。对。东西上来，对，或者说你现在你走了，你也不用付钱，或者你说我给你免费，我给你打个折，这些东西你只要提出来。但你前提就是说你必须得真诚的道歉。对，我觉得道歉这个事儿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就觉得道歉这个事儿那么难吗？堂堂的一个国家总统都可以站出来道歉，给国民道歉，就是你一个小小的一个餐饮店的一个老板，你就道歉就那么难吗？而且就是说这个道歉就是因为本来就是你的问题嘛。你有老鼠，这本身就是你的问题。对，因为你不想要，作为餐厅老板，我是不想要有这个老鼠，但是呢，你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想这件事情。对，因为你首先你如果站在消费者的角度，你就不会拿着那个死老鼠从我旁边走过去。对，而且你任何一个你作为吃饭人来讲，他从厨房爬出来，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老鼠没有在吃的上爬过呢？其实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从私人的角度来讲，其实我需要的不是说我要免这个单，对，我需要的是你给我道歉，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。但是真的从一个就是有格局的想法上来讲，今天这个事情是咱们碰到了，如果明天这个事情，比如说是 CNN 的记者来吃饭，正好碰上了，给你拍下来了，在美国播了，在美国的平台上播了，或者在 Facebook 或者在什么 Twitter 上给你发了。那你说说，它影响的就不是这一家店的问题，对，它是整个一个台北，因为这个餐厅是在台北啊，是整个一个台北的餐饮业的卫生安全的问题。那大家就会认为说，哦，你台北的餐厅是有老鼠的，而且你的餐厅老板觉得老鼠是很正常的事件，对，而且你餐厅老板还不需要给客人道歉，你是不是影响整个一个？就是我们现在对台湾美食这么好的印象，这么好的一个评价。你这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老鼠坏了一锅粥。对，而且你知道一个最可笑的一个事情，我那天非常非常偶然的看到，就是 YouTube 给我推送的，居然有一个博主在我们之前的1个礼拜去过这个餐厅去吃饭，然后还给了好高的评价，这个餐厅啊刚开业这么好吃那么好吃。但他家东西的确还蛮好吃的，是真的，的确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然后我们在人生当中肯定也会遇到一些这种突发事件，适时的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个换位思考，就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，不要一直在强调自己的委屈或者是自己的想法，换位思考是很重要，尤其是服务业。其实作为人来讲，你把头低下来，道歉不丢人，不丢人，这是一个说明你做人的一个很真诚的一个东西。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觉得说我不需要道歉。道歉这个东西很重要，因为我觉得世界上善良的人还是居多的。就是你如果有一个真诚的态度去道歉，遇到问题去道歉的话，这个事情其实就很容易就过了。对，很容易就过去。就像这个事情，他那天要很真诚的道歉了，我一定会给他结账。至于他是不是说要不要这个钱，或者打不打折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其实又无所谓了。但是如果我是开餐厅的老板，我是这家店老板，我一定给他免单。对，我甚至如果说，比如说有其他的客人，我甚至其他的客人我都免单。对，我都会。好在那天就咱们自己。好在就咱俩。对，我那天在直播的时候也和大家讨论过这个事情，就是说，如果我是一个开餐厅的，遇到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在所难免的一个东西，遇到这个问题，我一定就是在场的所有，我免单再送。就不管是比如说酒喝到饱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气氛，把这个大家的这个难受的感觉扭转过来。就算你走了，客人摔盘子走了，那是客人的事情，那是客人的课题。我的课题，作为老板的课题，我要把它做好。就课题分离，之前咱们聊过，课题分离。还是那句话，做人要有格局。你要有格局，不要就是看在眼前的这一桌，或者是这一餐，或者是这一什么。至少他道了歉了，说明他这个人良心上是没问题的。就是因为有这个东西，这是他谁也避免不了的。那天秀珍姐啊，咱们还没回来的时候，秀珍姐给我发了个 line
说关关，你要是不是住在美国，我天天催你回来，天天催你回来，因为我太想你了，真的是有很多好吃的要给你吃，我相信就是其他的你的好朋友、你的好姐姐们也有太多要带你吃的东西了。但是我查了一下机票，机票的价格，我在想我还是别催你了，你每次回来这个造价并不低。对，对，然后就跟大家算一下我们这次花了多少钱吧。我们这次是这样，我们那个机票呢，因为我们当时买的是从维加斯就是转西雅图转台北，然后接吉隆坡，然后接2天曼谷，再从曼谷回到美国，整个是一个大行程。那大行程呢，现在我们把那个就是台北到吉隆坡后边那段机票，等于我们就把它开成 open 票了。就它在明年的8月份之前。你只要把它用了就行，就可以，就不会浪费，等于也不会。但是我们没用，因为就没去嘛，因为就临时行程改了。对，所以等于我们是又重新买了一段从台北，待会儿从台北到西雅图到维加斯的一个航班，等于那如果我们把那个就是没有算的那个航班，把它就除以2嘛，就除以2把它抹掉，然后加上我们单独买的这一段。就是我们2个人的机票是超级经济舱，还不是商务舱，不是商务舱，就是超级经济舱。我们机票大概是5500美元2个人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这个酒店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属于特例嘛，就是我们在万豪是10个晚上，10个晚上呢，我们万豪它1个晚上是2500，2500，但是还有税还有服务费，其实是2900多一个晚上。不是你得说这是台币。台币啊，台币。你刚才说的美元，刚才美元，这现在台币，咱们现在用台币说吧，因为在台湾花的都是台币嘛。然后就是等于这个酒店呢，咱们大概就是光酒店住的钱，因为咱们最后一天晚上在桃园那个喜来登住的嘛，然后中间还有一天咱们在荣源谷，等于就把它退了1天。等于我们酒店差不多花了3万块。谢谢珍珍姐姐和老徐还有表弟。对，交代我们去荣源谷。但这个3万块呢，其实是我们就是没有能再便宜了。就是你要正常住这个10个晚上，你可能要花8、9万块台币。就我们等于花了3万块台币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就是当时在万豪结账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有2万多，是因为我们在酒店的消费啊，还有什么这个就是喝东西啊什么的。就反正在万豪我们大概花了5万台币。就是交给万豪的钱。是5万台币。餐厅呢，因为咱们就粗算吧，粗算就是因为你像吃那个怡宫啊，吃这个什么那个圆山呀，吃这个还有一个什么牛肉面，牛肉面这都是差不多1万块嘛一顿，那就这3顿饭就是3万块，然后还有那种中等的餐厅，差不多都是5000块左右，就是差不多还有我们短视频就是发的，还有我们没有发视频的餐厅。我觉得我们餐费大概整个这些，就我粗算的啊，没有说细算账，就是粗算的，应该是在差不多8万块台币左右。就吃饭这部分，因为我们还吃了好几顿别的饭，就是我们没有发视频的。我现在是放空的状态，就是算账这种事儿都是交给富贵儿。这些钱算起来，你回诊费那几千块钱就咱都不值得一提了。那回诊费，因为你没法提了嘛，那几千块钱。然后等会儿说到回诊，我觉得我膝盖好像好多了，就是我本来比如说，10分疼，我现在只有1分疼了。我不知道是这个操是不是真的管用，还是我就在那个荣源谷那个泉水冲的，真的好了。我觉得这个操，大家可以做一下，就膝盖有痛的朋友，我觉得有用，我真的觉得有用。而且我看我那期分享这个膝盖痛的这个操的那期视频，底下有很多朋友说，哎，他们的医生也有分享这个操，它是有助于这个膝盖骨复位啊什么的，好用，1分钱没花，这个药没吃，好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交通，那天我看那个American Express 那个就是我那个 Uber 的那个钱，咱这次光打 Uber 啊？对 Uber 咱们差不多一天就是平均下来100美元。没那么多，没有吗？一天差不多2000块，就平均啊，连咱们机场来回去桃园什么的，差不多2000块。就是差不多最后我看算下来应该是600多美元吧，就是差不多2万块，打 Uber 花了2万块。那你现在机票是
5500差不多就是16万吧，16万台币，16万台币，然后吃饭万豪差不多是花了5万块钱，21万加上吃饭，差不多28万，28万再加上打Uber2万，就是差不多30万，30万，然后就是杂七杂八的咱们买东西什么的，这个我觉得差不多，就是我们这一趟33万台币。33万台币，对，差不多11000多美元，算下来就是通货膨胀，旅行的费用其实还是挺高的。行吧，就这吧啊，拜拜，爱你们。欢迎新来的朋友们，对，欢迎新来的朋友们，然后感谢大家的支持。